继续关注俄乌局势，冲突进入第131天。在上周日宣布已完全控制卢甘斯克地区最后一座大城市利西昌斯克之后，普京指示参加卢甘斯克作战的部队应当休整，以提高作战能力。东部和西部集团部队要继续按计划行动。有西方媒体猜测，在完全控制卢甘斯克后，俄罗斯将把焦点转移到占领整个顿涅茨克地区。周一，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向俄总统普京汇报最新战况。他表示，在2周内，俄军包围并消灭了利西昌斯克和北顿涅茨克的乌军。Летательных аппаратов. В настоящее время осуществляется разминирование города Лисичанска и его окрестностей, доставка гуманитарных грузов. 绍伊古还表示，俄军和卢甘斯克地方武装控制了670平方公里的区域，乌军损失5469人，其中2218人战死。普京则表示，参与卢甘斯克作战的部队应当休整，东部和西部集团部队将继续按计划行动。И надеюсь, что все будет на их направлениях происходить так же, как и на Луганском происходило до настоящего времени.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也发布公告，证实失守利西昌斯克。公告还表示，乌军高层下令乌军从利西昌斯克撤退。作为这个第二军事大国，我们公认的第二军事大国和乌克兰这样一个中等的国家，乌克兰的军事力量还是弱小，所以最后的这种在这个局部战役上还是有实力，但是这个战役还非常漫长。那么乌军还是有这个力量，保存了一定的力量。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注意到，俄军在顿巴斯地区攻城攻势越来越快。之前俄军在马里乌波尔用82天才占领亚速钢铁厂，但是之后仅用30天就攻下北顿涅茨克的阿佐特化肥厂，而这次仅用了8天，乌军就从利西昌斯克撤退。高强度的火炮打击让乌军措手不及。事实上，乌方也在蛇岛对俄军使用了火炮饱和攻击的战术，俄军已经于上周撤离蛇岛。但观察指出，火炮密集攻击需要国防工业体系的支撑。目前，乌克兰的国防工业体系已经几乎被摧毁，而美西方的军援极其有限，因此乌方不具备大规模使用火炮攻击还手的能力。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向普京汇报战况时的一组数字也说明了这种战术的效果。绍伊古说，乌军从利西昌斯克撤离时留下39辆坦克和装甲车、11门火炮和迫击炮、48套标枪和 NLAW 反坦克导弹系统、18套毒刺防空导弹系统和3架无人机。有分析认为，大量武器被遗弃，显示俄方的火炮攻击让乌军惊慌，因此非常匆忙组织了撤离。还有消息表示，当时乌军是在没有接到指挥部命令的情况下就自行撤离，撤至谢维尔斯克时严重减员，仅剩下40%士兵。分析认为，这对乌军的士气打击较大。完全占领卢甘斯克意味着俄军第2阶段特别军事行动目标已实现大半。法新社分析认为，俄军接下来将加大对顿涅茨克的攻势。目前，俄军大约已经控制顿涅茨克的一半区域。华盛顿邮报称，俄军占领利西昌斯克加剧了美国国会议员和战争观察人士的焦虑，他们更加怀疑乌克兰能否阻止俄罗斯。在冲突早期，俄军对基辅的军事行动开局不利，美西方产生了乐观情绪，但目前这种盲目的乐观已经消退殆尽。周一，乌克兰武装力量总参谋部的社交媒体账号就发帖证实，海马斯参与了军事打击行动。照片和视频显示，乌克兰扎波罗热州的武装部队已开始使用美国海马斯多管火箭炮系统。此外，在哈尔科夫州的伊久姆，2个俄军指挥所遭海马斯发射的精准导引火箭弹摧毁，经确认应为隶属于俄罗斯第20集团军的一处指挥所。乌克兰总统办公室顾问还在社交媒体发布一段视频，宣称乌军已经拥有的4门海马斯火箭炮将可以改变战局，能击中数百个俄罗斯目标，并称基辅将在20天内击败俄罗斯。但舆论普遍认为他的表态过于乐观。那么乌军缺乏40公里以上的这个武器系统，就是俄军往往能打到乌军，打到他的后方，但是乌军打不了俄军的后方，包括指挥部啊、仓库啊、交通枢纽啊这些地方。那么海马斯可以说是一个改变局部战场
形式和战术的这样一个重要的武器。但是呢，对整个的战场局势，我觉得可能一两种武器起的作用还不是非常大。俄军拿下利西昌斯克，对于俄乌顿巴斯会战意味着什么？那么乌克兰还会在战场上有何反应呢？我曾说过，俄罗斯对乌作战有某种去工业化的色彩。某种意义上，拿下利西昌斯克对俄罗斯巩固从钻井到加油站的纵向一体化能源大鳄地位也很有帮助，也更具有工业化的味道。更微妙的是，随着战线往乌克兰腹地延伸，消耗巨大的俄军更需要就地解决后勤。利西昌斯克及周围的大量工厂对维持作战很有帮助。指挥攻打利西昌斯克的俄军主将是从叙利亚战场回来的拉宾，他面前的乌军是以北顿涅茨、利西昌斯克和鲁别日诺这3座中型城市为骨干，构成了幅员150多公里的要塞区，而且经营有8年之久。拉宾用航空兵、炮兵来把敌军的主力孤立在阵地内，同时用特种兵和装甲兵切断乌军要塞区和后勤兵站阿特莫斯克所连接的特13栋梁公路，让上万的乌军坐困愁城，要尽可能减少俄罗斯正规军的伤亡。再看乌方呢，他们本就不指望俄军围困下的要塞区能够保全，而是尽可能的拖延消耗俄军，为换装西方武器的部队整训及南部反攻争取时间。当前，撤出利西昌斯克的乌军全力保卫克拉马托尔斯克和斯拉维扬斯克。请注意，前者是乌克兰的机械制造之都，后者呢，则是乌军东部军区的总部所在地，战略价值之大可想而知。我个人的看法，乌军可能加快实施北防南攻的策略，从后勤线最短、兵力最充沛的南线动手，夺回赫尔松，威胁克里米亚，以围魏救赵之势，阻止俄军进一步推进。